嗨，大家好，我是宁。土象星座的朋友在4月份都过得还好吗？接下来呢，5月份是金牛座的月份，然后我自己也是金牛座，所以呢，我也是非常的期待5月份是我们的本命月，可以发生什么样子的好事。那其实我觉得在4月份的时候，不晓得其他的土象星座的朋友都过得怎么样。那我自己呢是在很多部分，很多职场上面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学习，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收获很大的一个月份。然后我在很多的占卜咨询上面也都得到了很多不错的回馈。那接下来是5月份，是我们的月份，所以我非常的期待。不管是太阳、月亮上升在土象星座的朋友，你都可以参考的5月份运势影片，以及宇宙呢要给你什么样子的讯息。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对了，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请记得帮我按赞、分享，还有追踪我的 IG。好，如果你是太阳、月亮上升在土象星座的朋友，你呢？太好笑了，我光一看这就非常符合我。好，我先讲，就是在上旬的时候啊，你真的是有在思考要不要继续在这个地方，然后你真的有在思考别的人生规划，那但就只是思考而已，还没有真的做出什么样子的转变。好，然后中旬的时候你很认真，对，努力会有成果。下旬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些情感上面的，或者是集体意识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同事影响，会被这个职场、这个产业影响，或者是公司影响，这都有。就是你会有更多的连接，情感上面的。整个运势这样子看起来，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想要转职，或者是想要去另寻其他公司的这个想法，可能是有的，但是就只是想法而已，还没有到非常的具体的去做出这样子的行为跟行动。但你目前正在努力的这个事情呢，是会有成果的，可以期待。很棒。金牛座本来就是一个踏实的星座，就是你们不是依靠什么小聪明，你们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就是不是很有把握，或是不是很肯定的事情，你是不会去说的。非常棒。好，然后只是在下旬的时候，可能会跟同事啊，或者是跟这个环境、这个产业会有更深一层的连结。好，那建议牌是什么呢？建议牌就是其实你的行动力，然后跟你的想法都是非常实际的，所以在接下来的金钱上面的这个收获呢，也是可以期待的，会有一些不错小小的成绩。就是如果你是有在兼职其他事业的话，那可能你的斜杠会带来一些不错的收入，或者是不错的一些回馈。对，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可以期待的事情。所以金牛座在工作上面呢，我觉得在5月上是很棒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感情哦。感情的部分呢，也是一样有一个偏灰暗。好，感情的部分它可能会有一个不是那么顺心的感觉，会有一种伤心感，会有一种低落的感觉。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非常谨慎的去评估，你会仔细的去判断，仔细的去观察。那接下来呢，你就会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不值得，好像是不是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或者是觉得这一切你都不是很想要再继续下去。好，所以结论呢，建议牌是什么？就是你会非常理性的看待这个感情。那这个理性的看待呢，它不是那么严重的那种，它就是理性的开始。你会开始觉得这个感情，如果你是暧昧的人，你正在寻找新对象的人，你就会开始在思考说，这个感情，然后这个人或者是这个感情关系是我要的吗？很认真的观察，很认真的审视，这是好事，因为不要让自己浪费在不对的人身上嘛。好，那如果你是已经在一段关系之中，或者是你已经结婚的人，你当然也会在想说，这个婚姻，然后这个对象，这个队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互相扶持、一起变好的一个对象？所以你会开始理性的来去观察他。尤其是5月是一个什么月份呢？5月有母亲节，然后5月有我们金牛座的生日，所以你就会放大你的伴侣有没有做出相对应的表现。好，所以你就会拿起一把剑，用宝剑一的方式再去观察。但我觉得宝剑一还好啊，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可怕、很大的批判的那种态度，它只是一个我来观察看看，我来
就是审视看看的那种感觉而已。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天使牌哦。我觉得这个天使牌很符合金牛座，因为我们金牛座怎么样呢？我们喜欢待在舒适圈，我们喜欢有安全感，我们喜欢做有把握的事情。但他说 stay into the unknown， 他说你的好奇心呢，它可以让你去知道，就是找到更多新的路线。然后呢，你要怎么样 take a chance，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机会。所以在5月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错的想法，不错的 idea， 或是别人给你的不错的建议，可以听就尽量听，听得进去的你就尽量试试看。然后别人给你的建议不要觉得他在批判你，不要觉得他在扯你后腿，他搞不好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不错的 idea。如果你是做创意产业相关的广告相关，你会需要很多激发想法，那真的可以参考看看。因为我们金牛座就是很喜欢待在自己的安全的窝，然后很喜欢有一个归属感，很喜欢不要变动这样。但是 stay into the unknown 就是你可以尝试看看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生活模式，或者是不同的，从最简单的，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的金牛座，你可以尝试看不同的曲风，搞不好它可以激发你一些不错的想法，然后让你在其他的生活上啊、工作上、感情上会有更多的创意。我觉得这是很符合金牛座的，我们要勇敢踏出去。好，那以上呢就是要给金牛座在5月份的运势跟宇宙的讯息。那不管是太阳、月亮上升在金牛座的朋友，你都可以参考的影片。那我们就谢谢金牛座，拜拜。接下来呢是不管你太阳、月亮上升在摩羯座的朋友，你都可以参考的5月份运势影片以及宇宙要给你的讯息。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看摩羯座的朋友。工作上呢，我觉得你是经历到一些，就是你很认真，然后上学你非常认真，你充满了企图心，你很想要把事情给做好。但是中下旬的时候，你开始就觉得你不是那么满意，然后你觉得这地方让你很失望，你觉得不管是公司的同事、环境、工作的内容都让你觉得你并不是那么想要再继续燃烧生命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你到下旬的时候，你开始会有个防备之心。那我觉得摩羯座啊，你们不是做冲动决定的人，你们是要想一下，然后跟事情会需要慢慢推进的那一种。所以在5月份的时候呢，从你充满行动力，然后到你开始觉得伤心，觉得很失望，然后跟你有所防备，你有所保留的时候，你的那个状态就是会慢慢的有一点是你不想要付出太多。所以建议牌是什么呢？它的建议牌是你可以衡量，你还可以去判断说这个东西这件事情值不值得你，比如赔上你的健康，赔上你陪伴家人的时间，陪伴你的其他一些成本，有没有值得到需要做这样子的牺牲。这个是你在5月份的时候可以去衡量的一件事情。而且这个衡量呢，是你可以要去评估你自己的状态，比如说你自己的时间够不够，你如果有家庭，或者是你如果有其他的下班生活你要去做的话，那你工作上还必须要花那么多时间吗？这个工作或者这个东西有值得你去花这么多的心血吗？这个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的摩羯座可以好好的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你做的这件事情跟你实际上获得的这个成效到底有没有平衡，然后到底有没有合乎你现在的状态。这个是5月份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去衡量跟观察的。好，那感情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其实你也是你想要主动。好，如果你是不管你是在关系之中，还是你是已经，还是你正在找新对象的人，你想要主动，你想要有成果，所以你会想办法做出一些事情来，但是那个程度就是一点点，就是有点像是小小的行动，但是那个行动的力道没有到很大，以及呢，你就做那一点点小小的行动，然后你又会想要退回去，你又会想要隐居幕后，你又不是很想要成为那个焦点。好，然后再来呢，你还非常的理性，就是你的行动力就是一点点，然后呢，想要退居幕后，不想要被亮相，然后你又非常的谨慎跟仔细的去理性的判断。好，所以其实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很理性的一个状态，在感情的上面，不管你是正在找新对象，还是你是有稳定交往中的人，或者是你是结婚的人，就是你在感情上面，你没有很多的心血在这上面，你没有很想要花很多的时间在谈恋爱，在风花雪月，
对，所以接下来你的建议牌也是一样，就是你觉得可能生活周遭有其他更烦的事情，让你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爱情啊，或者是谈这个恋爱啊，或者是投入很多的亲密关系之中，你并没有很多的心思在这个上面，你反而会觉得我现在没有这个空闲去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完全的没有很想要去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经营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关系，就是每个人的状态啊，就像是你工作就是很忙的情况之下，然后你还要再去照顾家庭，我觉得真的对于不论是谁来说，都不是一件简单而且轻易的事情，它会需要很多的热忱，很多的耐心，然后很多的付出。它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好，所以我觉得在5月份的摩羯座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就是慢慢来，然后不要被影响。对，我知道摩羯座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容易给人距离感的一个星座啦，因为大家会觉得摩羯座的人就比较严肃，然后比较有规矩。对，那很多星座都是很自由自在的，然后很随心所欲，但是摩羯座完全不是。所以我觉得摩羯座在5月份的时候会相对的，你们对自己的要求本来就很高，然后当你们发现事情你们无法掌控，或者是你们无法按照你们的步调来的时候，你们会很辛苦。所以为了避免这样子的辛苦的时候，当然在工作上我们就是评估我们能做多少事，我们就付出多少的心血，我们也不要超过，也不要超支，就是我的扣打就只有这样，我就做这样的事情就好，我不要过度的付出。在感情上也是，就是我能努力到的，或者是我能做的，就是目前这样子为止，你不要再要求我太多。我觉得这也很像5月份摩羯座会有的态度。对，那基本上会有这样的态度，可能是因为你觉得你真的没有什么时间，真的没有什么心思去面对跟应付这样子的事情，所以你会有这样子的状态。好，我们来看天使的建议哦。天使是说，就是财富的天使，他说 financial flow comes easily to you， 所以你如果在乎的是金钱上面的物质上面的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不用太过担心，你会有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仅只是在讲财富，我觉得很多的是心灵上面的富足，就是你的心灵的丰盛满足呢，其实都是会有的。但是因为你有非常多的框架，跟你有非常多的规则，所以有时候如果跟你应对的那个人，比如说你的伴侣，他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不是很舒服，他也会觉得他自己很没用。对，所以我觉得在5月份的摩羯座就是放宽心，然后放轻松，不要给自己太过多的压力，然后做得到就做得到，做不到就不用勉强自己去做。那如果你的自己的目标是金钱的话，我觉得这一点是相对来讲是容易的，然后是可以达成的。但我觉得比较需要去确认的是关于心灵上面的富足跟丰盛，可能是摩羯座此时此刻会比较需要的，会需要有一个人来理解你，然后跟倾听你。对，我觉得你身边一定都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你如何把自己放开，你如何把自己放宽心，如何把自己的那个框架呢模糊一点，然后让别人，让你身边周遭的朋友可以更容易的进入到你的内心，我觉得这个才是摩羯座可以再试试看跟努力的方向。好，那以上呢就是给摩羯座，不管你是太阳、月亮上升在摩羯的朋友，你都可以参考的5月份运势影片。那基本上呢，宇宙的讯息要告诉你，就是你想要的事情他们都会发生，但是你的自己的内心的框架跟你对于自己的人生的目标，这个都是有在进行之中的，所以你不必要对自己有太过严苛的要求，不必要事事要求完美。好，那就是谢谢我们的摩羯座。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处女座，不管你是太阳、月亮上升在处女座的朋友，你都可以参考的5月份运势影片，以及宇宙要给你们的讯息。就先从工作运开始，在事业上面啊，上旬的时候感觉会很大的压力，然后感觉会很多你不知所措，你无能为力的感觉。然后中旬的时候呢，因为这样子的疲劳跟这样子的无法努力，这不是你能控制的事情，让你很想要退居幕后，让你不是很想要成为第一线，让你很想要不被看见。好，但是在下旬的时候都会好一点，下旬的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同事啊、朋友啊的互相帮忙，然后那个的感觉跟氛围会是好的，所以在中上旬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朗，然后不是那么的理想，也是有一点伤心啊，然后跟你
不是很想要出面去解决，不是很想要非常积极的去处理的那种感受。但是在下旬的时候会好一些。好，然后建议牌呢，他说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其实你不用一定要那么肯定、那么确定才去做，所以其实你可以有多一点的勇气，然后去尝试看看不一样的方向，或是不一样的处理的方式，都是可以的。所以不用一定要固步自封，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你如果觉得有更好的方式，或者是你其实有很好的想法，都还是可以去试试看的。在感情上面，其实你相对的非常有收获，就是你的努力啊，比如说你跟这个不管是在暧昧对象，还是你是已经有结婚的、有稳定的伴侣，其实你在感情上面呢，会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会达成共识，双方达成共识，然后也会知道对方需要什么，然后努力的去达成，然后对方呢，同样也对你一样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也希望你是开心快乐的。好，所以我觉得感情上是完全非常可以期待，感情比工作好很多。好，然后那感情上当然也是一个很不错，你会有跟这个人你会有很棒的未来，然后你也会更加确信这个人有符合你的标准，所以在感情上面呢，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只是在工作上呢，可能真的目前并不是如你所想的那样，但是在感情上呢，其实有很多很不错的，不管是暧昧对象或者是你的好队友，其实都在一个很不错、很平衡的状态之中，然后这些状态呢，也是非常如你所愿的。所以我觉得在感情上你有很不错的收获，然后你的努力的方向呢，也都有得到一些不错的回馈。但是在工作上可能就是很多你不是很愿意出面处理的事情，那这边塔罗牌会建议你可以去勇敢的尝试看看，不一样的做法也没有关系。好，那我们看一下天使的建议。好，他说 follow your intuition， 你有很棒的直觉的能力，你有很棒的想法，所以你可以 follow 你的直觉，就是其实你的直觉会告诉你，会引导你去做很多很不错的决策。可是呢，处女座它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安全感，然后会很需要有人在前面带领的感觉，你会很需要有人来前面教你。但是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你有很多不错的直觉，这些直觉会教你、领导你去到你想要的方向。所以有时候那种什么我会不会想太多，或者是我会不会多虑了，没有，其实搞不好那个都是一个很棒的灵感跟很棒的直觉的想法，让你可以去尝试看看，去试试看不同的方向。好，所以我觉得在5月份的处女座啊，就是虽然呢工作中上旬以前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在下旬的时候会有一些不错的，跟同事或者是工作伙伴都会有一些不错的交流，那建议你就是可以勇敢的尝试。那在感情上有更棒的，会有不错的机会，然后你也可以跟这个对象达成不错的共识。所以整体而言啊，你不用太过抗拒你内心的想法，不用太过去想说我一定要安全牌，我一定要打一个非常安全的牌，你才愿意去行动。不用，其实你可以就是勇敢的去发你的直觉，你的直觉会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才是会更理想的。好的，那以上呢就是给我们的处女座在5月份的建议，不管是太阳、月亮上升在处女，你都可以参考的5月份运势影片。那我们就谢谢处女座喽，拜拜。